嗨，各位，我是 Winter，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然后我今天声音会蛮哑的，就我自己又感冒了。现在是10月底嘛，然后这边气温降的比较快一点，像昨天晚上是华氏的40度左右，所以就是摄氏的4、5度。然后很多人就会跟着感冒，然后我就会跟着感冒。我记得去年来的时候，我也是在这个时间点一直感冒，一直感冒，一直感冒到1月的时候。但其实因为这边是干冷的关系，所以说我觉得跟台湾的湿冷比起来，大概就是台湾湿冷的15度左右吧，就是这边的5度，我觉得在台湾感受起来大概就15度左右那个样子。我今天来跟大家讲成功这件事情，该怎么定义成功？该怎么去思考自己成功的定义？该怎么真的超越99%的人去达到自己想要的成功？我今天并不是要讲的是，超越99%的人赚到的钱，或者是超越99%的人有的社会地位，我觉得那个不太叫做成功，因为那个只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的东西，就是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这些财富，所以大部分的人在讲成功的时候才会需要这个东西。可是我觉得那个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我上个礼拜在现实动态的时候问了大家，就是关于成功的定义。然后成功定义这件事情非常有趣，就是它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反映你自己内心的缺乏。我并不是讲这件事情是错的，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身处在一个家财万贯的家庭好了，那我总不可能说出我的成功的定义是我需要家财万贯嘛，对不对？如果说我今天就是生长在一个非常穷困的家庭，那我自己就会觉得我从小到大什么东西都没有，要什么没什么，同学有东西我都没有，我要吃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才会觉得我成功的定义应该是要赚很多钱。可是你也不用觉得怎么样子的定义比较清高，怎么样子的定义比较崇高，因为其实它真的就只是反映我们自己童年没有的东西。有很多人说，就是成人世界的问题都来自于一个不美好的童年。我们花了一辈子去修正我们童年没有的东西，所以说其实你不用就是一定要追求一个就是极致成功的理由，就是你目前的成功呢，可能就是反映你原本没有的东西，然后其实这个就可以作为自己很良好的就是出发的动力。我上个礼拜在现实动态问大家的时候，很多人说，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我觉得这是正确。健康快乐，生活过得开心，有爱人在身边，帮助他人，拥有成就感，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不在乎社会定义的框架，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Freedom，成功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可以不做不想做的事情。我觉得他讲到一个点很好，就是大家有没有意识到，就是说不这件事情其实是最高的自由。就是比如说你今天去 apply 一个工作，然后你拿到了 offer，然后呢，你跟那个 offer 说我不要这个 pay，我不要这个公司，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自由。就好比说，你今天我问你说，你要不要吃这个 hamburger？然后你跟我说 no，我不要。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选择的权利，就是好比说你今天非常的穷困，然后你没有什么东西吃的话，其实你是没有办法拒绝别人的。所以拒绝这件事情，说不这件事情，说 no 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需要能力以及自由的。对，我就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然后很多人还说心里感到富足啊，然后了解自己，知道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子的人。好，我会在会员影片讲我自己成功的定义，还有我那一天跟我男朋友聊到这件事情，他讲他自己成功的定义，我觉得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发人深省。对，那我今天要来讲的是如何真的超越99%的人去达到自己的成功。就是我再讲一次，我今天不是要教大家如何
赚1%的钱，或者是成为1%的人，而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呢，他们都没有。我需要把它抱走一下。就是大部分的人呢，他们都没有达到自己的成功。那我觉得，如何超越99%的人，就是达到你自己内心的那个成功。我最近有一本书是我写的第2本书，叫做《谁的青春不是被吹得东倒西歪》。我在里面写了很多，我到现在都觉得还是正确的事情。然后我会用这本书来提醒我自己。其实这本书啊，它就是我大学毕业，然后到25岁出国前的所有经历过的事情。然后因为我是写在 Instagram 上，所以这本书里面大家可能看起来会比较琐碎，但我觉得里面很多事情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今天就来跟大家讲5个点，我觉得你可以超越99%的人，然后真的去达到你这个心理的定义的成功这件事情。首先第一件事情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去问任何在全世界最顶尖的人的话，他们都会跟你说，你应该要做出与别人不同的选择。然后我觉得很多人没有真正的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就是那一天有一个人来问我说，他觉得大学应该要做什么，就是他现在在国外读书，然后他问我说，你觉得我应该要多参加社团，还是我应该要多参加商业竞赛，还是我要把我的 GPA 照顾好，就是把我的成绩照顾好？然后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提出了所有人都在做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都很基本，就是有一个点是大家要用几率去思考问题，就好比说，今天这边的选择是，好，80%的人都有参加社团，80%的人都有顾好自己的成绩，80%的人都有参加商业竞赛的话，那你觉得你有可能会成功吗？就是你有可能会达到，比如说你的成功的目标是，我想要就是超越我自己的同侪，我想要在这个群体里面最出类拔萃，做出最不同的事情，那你就不能做80%的人都在做的事情，因为你想一下，就是成功的人到底有几趴呢？成功的人大概就是1%吧，5%吧，10%吧。但如果你做了80%的人都在做的事情的话，那你要怎么成为那个1%、5%、10%的人呢？这就很就是不合逻辑，你知道吗？就我每次听到这种问题的时候，就觉得，对你想要成为那5%的人，但你又在做这80%的人都在做的事情，那怎么样子你好像都进不去那边。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对，做跟大家不一样的事情，做出跟大家不一样的选择，但是要用几率去思考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今天有80%的人都做好了这件事情，那它就不应该是你的选择，它就应该是一个 basic 的事情。比如说80%的人都顾好了自己的 GPA，那这件事情就不应该是一个选择，就应该是一个必要，就它应该是你必须就是要顾好你自己的成绩，因为80%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它不应该是一个选择。那什么是5%的事情呢？我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做的事情。我顾好自己的成绩，拿到书卷奖，但是很多人都有做到，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 basic 的。再来就是，我还是持续的写作，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在班上唯一一个人继续做的。就算我那个时候还没有出书，就算我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作家，就算我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 YouTuber，但我每一天都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这件事情是我班上没有任何其他同学在做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作为一个部落客。做一个美食部落客，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反正我在大学4年做了4年的美食部落客，然后流量很好，成绩很高。只是我现在没有那个账号了。这件事情也是我大学同学没有在做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都让我成为了那个比较不一样的人。
但我自己的成功的定义，那个时候是我想要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我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那个时候，所以说我用了这几个点，帮助我自己达到了这个现在我想要的这个成功的样子。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大家要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当然，这也不是很必要。就是我现在只是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认为我超越99%的人所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并不是一定要做到这件事情。因为成功这件事情是挺有代价的，就是当你自己真的做出了跟别人不一样的选择的时候，就表示不合群嘛，表示会被大家讨厌。那其实很多就是你没有想象过的，你没有办法承受的心理压力。然后并不觉得这件事情适用于每一个人。好，这是第一件事情，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在里面有想46页，就是成功最难的是坚持。我觉得这本书需要我自己去解释一下，大家才会听得懂。好，我在里面讲的故事就是这2年啊，就是我在台北的这2、3年，我其实大半的时间都在全台湾各地演讲。然后很多人呢会问我说，书要怎么读？如何更有效率的学习？或者是说如何就是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学好物理跟化学？可是你知道，读书这件事情啊，它其实就是理解与背诵。考试这件事情，就好比说我今天看了某个东西，看完了之后，我把它背起来，背起来之后，我再把它写出来，写出来就是用出来。其实所有的就是读书的方式都非常非常的简单，所以说坚持这件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就是我认为我在所有成功的这条路上，就是成功的人他们都非常的坚持在做每一件事情，而且把每一件事情走到底，走到黑，走到完。好比说，医生好了，律师好了，老师好了，就是大家还是很推崇这些职业嘛。但其实他们成功的方式不一样，比较不一样，但是他们就是很坚持的把一条路走到完。你看我那个台大医学系的朋友，他们其实就只是从小到大非常坚持把读书这件事情做好，把东西看一看，然后背起来，然后再写出来。他们其实从小到大就只是把这件事情做好，他没有做其他的事情，但就是这件事情把它做到极致，做到好。他们不需要去想说什么其他的风险或者是其他的选择，他们就是很坚持的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所有成功的人，就是达到自己心里成功的人的心态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非常坚持的在做每一件事情。然后我在之前的影片也讲过，就是坚持这件事情其实是会带给你最大的自信的，因为当你每一天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自己是怎么样子的人。就好比说我每一天都在写作，那我就会知道自己是一个会写作的人啊，然后我就会比较有自信。好比说我如果说我今天只写1天的话，然后下个礼拜再写1天，那我其实很难在潜意识上说服自己是一个会写作的人。所以说坚持去做某一些事情是特别重要的。就像我跟大家讲，我写作写了非常的久，然后我想想我自己身旁，比如说我在哥大的同学好了，我在哥大的同学 Tiffany 嘛，Tiffany 她就是做就是日文影片的那个女生，然后我觉得她在大学的时候读了日文系，然后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我觉得她会成功的原因，就真的就是她都很持续的在专注做于某一件事情，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到好。教日文的人非常的多，可是他教日文教了10几年，然后就是不断的用各种的方法去教大家日文，开课程啊，然后或者是说推出什么线上的活动之类的，他都只是在做一件事情。所以说，第二件事情很简单，就是你不需要做太多事，你真的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在第一件事情，你选择了一件跟大家不太一样的事情之后，第二件事情就只是要坚持下去的做这件事情，不用再做其他的了，就是坚持下去的做这件事情，它就会让你就是达到你心里定义的那个成功。第三件事情，比如说你今天要开始做这件你选择的跟别人不一样的事情，然后你想要坚持的做下去，那第三件事情就是行动。行动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非常 tricky 的点，就是我前面有讲，就很多人都会问说，哦，什么是最有效率的方法？我自己也拍了很多影片，就是跟大家讲什么哦，最快速的方法呀，最有效率的方法。可是说实话的，就是现在 reels 啊，现在短影片，现在 shorts 那么的发达，有没有？大家都只是想要在一个最短的时间里面找到一个最快速解决方法的问题。但这件事情其实本质上是挺困难的，因为大家只需要非常短的影片，然后去不断的刺激自己的多巴胺，去不断的刺激自己的神经，所以你会在很短的影片里面，就是获取非常高的就是兴奋跟刺激。可是当你如果在所有的这样子的影片里面去找一个最快速的方法的时候，你把这个 shorts 或这个 reels 的想法套用到所有的事情上面的时候，其实是不太可能的。然后想要跟大家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之前也在其他的影片讲过，就是方法都很简单，难的是行动跟持续不断的执行。所以第三件事情是行动。很多大家，比如说大家在问我说读书的方法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期待一个非常厉害、非常终极的想法，比如说背单字有什么就是超高科学的方法，有没有？但其实没有的，就是很多事情的方法都非常的简单，难的是你持之以恒的行动。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你都期待哦，我要一个非常终极的方法，然后我只要用这个方法，我就可以达到终点，我只要用这个方法，我就会成功。很多人都在不断的寻找这个方法，就是不管在做任何的事情，因为大家都懒散嘛，大家都想一触可及，可是这件事情是错误的，就是当你在浪费时间找那个终极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很多人已经在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然后持续不断每天的做。所以说，很重要的是就是要记得的是方法都很简单，然后难的是你持之以恒的行动。这个是第三件我想要跟大家说的事情，就是不要花时间去找一个最终极的方法，然后不要花时间去觉得，成功的人一定用一个非常厉害的方法，就比如说巴菲特好了，他不是很厉害的投资吗？可是你去看过他的书之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用的方法都很简单。然后你看完之后，你就觉得这些都是废话嘛，这些我都知道了。对，你都知道没有错，我都知道没有错，但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每天的做这些最简单的方法。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也是在告诉大家，告诉自己，就是不要去想一些特别难的方式，或者是特别难的什么，比如说影片的素材啊，或者是做作业的方式，其实就是最简单、最淳朴、最真诚的方式，就可以去达到自己想要的目标。这个是第三件事情。第四件事情，好，就是当你今天选择了一个大家都没有在做的事情，并且你用了一个方法持续不断的做这件事情，并且行动之后呢，第四件事情，我在这本书里面讲的，我一直都记得，就是我为什么会写下这一个，就是其实这本书就是我在那个3年遇到的所有的人，然后带给我的 lessons 成长，然后我把它写下来，然后其实很多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然后每一次跟他们聊完天，我就会把这些事情写下来，然后发在 Instagram 上，然后就出版成这本书。所以其实这本书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厉害的东西，但是可能只有我自己可以理解整个故事的面貌。
第5章就是24页，我写的就是前仆后继的拥抱风险，这个是第4点。然后这件事情是我自己最近一直在就是说服自己要去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就是随着这个年纪啊，就是超过25岁，我第一次感觉到我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再承担那么大的风险了，就我开始选择一些保守的策略，但是也没有错。就我觉得保守并不是错的事情，传统并不是错的事情，它有他们的美德。只是当我今天如果在10件事情里面都选择10个最保守的方式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就会让我的人生不再有不一样的景色。前仆后继的拥抱风险这一句话是我在创业的时候一个学长跟我说的。我跟你们讲这个故事，就是我那个时候创业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学长说，我记得超深刻的。我就在电梯里，然后走出来的时候就跟他说，不然我来教英文好了，反正所有人都要用到英文，读书也要用到英文，上班也要用到英文，旅游也要用到英文，去哪里都要用到英文。那我来教英文好了。然后他就看着我，他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呢？对，就可以呼应所有前面讲的话。他说，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大家都已经在做的事情？就算它的市场很大，可是你要出类拔萃，你要在这些众人之中脱颖而出是非常困难的。你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每一个人都在跑的赛道呢？然后就跟我说，最后一句他就跟我说，请你前仆后继的拥抱风险。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也要不断提醒自己的，就算你今天一整天你有10个选择要做，比如说今天一整天的10个选择是，早上喝一杯咖啡，然后去健身房，然后开始拍影片，拍影片之后吃个中餐，吃个中餐完以后继续拍影片，拍影片完以后吃个晚餐。好，等下来之后，那我今天可以做的一个小风险，好像就是我今天好像可以煮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吃。好像这件事情呢，带有点挑战，可是又不是很高的风险。但它这个就是我讲的意思，前仆后继的拥抱风险。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要不断的提醒自己的。我念一下这件事情给大家听，这是我在里面写的。当你发现自己被迫在放弃自我与世界放弃中轮回，真的有必要就是为了站稳在这个平衡点上而持续转动吗？这样就是意思就是，当你今天在选择某一个风险的时候，你其实就是被世界放弃。就像我讲的，就是你选择一个跟大家完全不一样的选择的时候，其实世界就会离你远去，因为你会跟别人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大家会不理解你，大家会觉得你不合群，大家会用一个怪异的眼光来看着你。但这个就是被世界放弃，还是你要跟大家一样，选出一个80%的人都在做的选择，但是你就是放弃自己。放弃自我，放弃自己内心真的想要做的事情，这个是我在讲的放弃自我跟与世界放弃中选择。就是有一天，你试图为自己人生做出翻转命运的选择，甚至颠覆社会价值观的决定，虽然全世界的人都跟你说不可能，但这次你埋着头选择不要放弃自己，相信自己是对的，继续走下去。或许这次你真的对了，但下一次又要做出一个改变世界的行动的时候，这世界又会跟你说不可能，不要这样，不要跟别人做不一样的事情，很有风险。也许你会再一次的选择放弃世界，或者经过无限次的循环之后，你再也没有办法放弃世界，你想要跟大家做出一样的事情。因为这个世界太小，充斥着所有所爱之人的声音、想法跟期待，你没有办法背弃他们。也因为一路上太孤单，所以就在这次的某个瞬间，你选择放弃自己，也算放过自己，而这也是这条路上最后一个选择。长大之后，这样子的轮回不知道要经历多少遍。有些人可能会完全不想要进入到这个循环之中，有些人则努力的不断割舍，放弃不理解他的世界。他或许是对的。在众人面前，不论他有多成功，他有多有能力，他有多么的坚强，他半夜还是会偷哭。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哭。即使他有拥有无数的财富跟名利，做了多少好事都不重要。重点是人生的这条路上，他都在为别人点灯，从没有人为他点过灯，他也没有为自己点过灯。这个是我自己的选择，就是在睡前放弃自己，然后睡醒以后放弃世界，才能边哭边跑的向前。哎，天哪！讲到这边就觉得快要哭出来了。这是我一直以来的选择，没有错，就是睡前放弃自己，让自己好好的睡觉，忘记那些跟大家跟我不一样的地方，忘记那些自己非常叛逆的想法。但睡醒以后，很努力的放弃世界，尽可能的，当然我还是要正确，还是要选择正确的人，但是尽可能的放弃那些要你从众的人，然后还是很孤单，半夜还是会偷哭，还是会觉得为什么要选择这些那么艰难的路？但是一切都很值得，所以这就是我讲的，就是前仆后继的拥抱风险。我真的应该要就是把这本书拿出来跟大家解释，念给大家听，然后大家就会比较理解我在里面想要讲的事情。最后一件事情，拥抱不舒服感，在第20章第66页里面写的。我之前就讲了，就是如果你今天感到很不舒服的话，表示你在做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我们活得太安逸了。我上个礼拜我打电话给一个同学，一个朋友，他是我建中的同学，然后我跟他认识已经10几年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最近真的是太辛苦了，就我在跟他一直哭，然后跟他说我最近真的是活得很痛苦，这样，因为文化的问题，因为语言的问题，然后还有在这边所有就是生活的问题。然后他就跟我说，生活总是要点挑战的，对吧？你的生活实在是过得太好了，对吧？你就把这些作为你就是生活的挑战就好了吧。反正，一直以来你都过得挺好的，那你就把这一次的这个 challenge 就是当做你人生的挑战。他说，人生就是需要挑战的，人生就需要一点挫折的，人生就是需要一些不舒服感的。然后我们去到其他的国家，然后我们就会吃那边的美食嘛。然后很多人我最没有办法理解的人，就是去到别的国家还是要吃自己喜欢吃的食物的人。我没有说完全的不好，只是我不会做这样的选择。就是当今天去到一个国家的话，我就会想要吃他们每天在吃的东西，然后他们为什么吃这些东西，然后他们所用的食材，因为所有的饮食反映了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历史、当地的气候、当地的地形、当地的人文、自然。所以说，当你今天去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如果你可以尝那边的美食的话，你就知道，这边盛产这个甜菜根哦，这边盛产这个什么 spice 什么香料之类的，这边盛产这种用土熬的东西，我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说你就可以很了解那边的文化。然后我没有办法理解的是，很多人去到一个国家，还是只想要吃自己的东西，因为他觉得比较舒服，因为他觉得那边的东西难吃。可是，当你今天真的觉得一个东西难吃的时候，才代表你在旅游，才代表你在另一个国家，才代表你在吃一个很新的东西，才代表你在做出一个你之前没有做出的选择。所以说我记得，上一次我去到 Azores， 就是在葡萄牙的时候，他们那边的东西其实，我其实是一个不太挑口的人，所以说什么东西对我来说都挺好吃的。但我那个时候去到 Azores 的时候，我记得有一餐是吃他们的那个炖菜，就是他们真的比较西班牙风的炖菜。然后我就在跟我男朋友讨论这件事情，就是这东西好像我们平常不会吃是好吃的，但就是吃起来怪怪的，有一些香料啊，有一些就是搭配的配菜是我们
从来没有看过的东西。但我那时候就觉得这真的就是出国的感觉，因为我吃到了我并不是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因为我吃到了我自己并不是特别习惯的东西，然后让我有这个不舒服感。这个不舒服感表示我在做一件很勇敢的事情。我上一次去到那个 Costa Rica 的时候也是，我上次一个人独立去那个哥斯达黎加，然后他们那边我跟大家讲，他们那边的饭呢，就他们的主食每一餐都有豆子跟饭。就我们平常的饭已经很多的淀粉，但是他们的主食呢是要把豆子跟饭就是弄在一起吃的。所以说他们的早餐、午餐、晚餐可以吃一模一样的东西，就是一大盘。然后呢，有饭，有豆子，然后有那个芭蕉。对，有芭蕉之后有一些蛋跟肉之类的，就是芭蕉是必备的。然后他们就会把这个红豆之类的，反正不是甜的，是咸的，红豆啊这种豆子，然后拌到饭里面吃，所以就整个会狗狗黏黏糊糊的我其实还是觉得蛮好吃的。但是很多人很不喜欢，很多人觉得那个芭蕉很恶心啊，就是用煎的，所以会甜甜咸咸的。我觉得特别好吃。但是当你今天感受到这个，怎么会把豆子跟饭拌在一起的这个绝妙的搭配的时候，这个稍微的不舒服感，稍微的不喜欢感，就是在做一件很勇敢的事情。所以大家要拥抱自己的不舒服感，然后当你自己在做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你就要觉得，对，我在做一件很勇敢的事情，就是因为我现在不舒服，所以表示我很勇敢。这个是在成功这条路上，我觉得如果说你今天感受到不舒服了，或者是感受到痛苦的时候，我会跟我自己讲的一件事情。那我在讲我今天讲的事情，很多事情可能都觉得我都知道了，然后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当你每一天在 practice 这些想法的时候，在想这些行动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方法都很简单，难的是持之以恒的去做。但当你真的持之以恒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达到自己内心的那个成功就不是那么的困难的事情。所以说今天呢，跟大家讲就是这个，我认为可以超过99%的人达到成功的这件事情的方法，其实还有脉络的。首先呢，第一件事情呢，你要选择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想法。选择。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要坚持的做这件事情。坚持做这件事情就是你的行动嘛。第三件事是行动，就是你必须要用一个方法，然后去持之以恒的做这件事情。第四件事情就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要拥抱这些风险，你还是要前仆后继的拥抱风险。最后就是，当你在做这件事情，当你在take risk 的时候，或者是当你自己在做一个不一样的选择的时候，或者是当你今天在用一个方法，然后大家都不喜欢你的时候，你感受到这个不舒服的时候呢，你要去拥抱这个不舒服感，就说服自己，就是我就是在出国嘛，就是食物难吃是一定的，表示我在出国，有没有？我每次都这样子。所以我每次出国都挺开心的，不管东西好吃不好吃，我觉得现在好冷啊，然后这个天气好糟因为我出国了，因为我就是跳脱了自己的舒适圈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拥抱不舒服感，这个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然后我觉得这5点呢，可以确实的让你们真的跟别人不一样。然后这5点是我这个人生不断在做的事情。我这本书是2年前出版的吗？1年前、2年前出版的。然后很多里面的文章是我22岁写的、23岁写的、21岁写的。然后其实距离现在有5年了，可是我都没有觉得这些事情是错的。
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我觉得这本书快要绝版了。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但是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我知道需要我自己去解释，所以说我会在接下来的影片就是不断的跟大家解释这里面书写到的事情，因为我觉得里面有很多东西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非常的 fundamental， 就是最 basic 的东西，就是你有这些东西，你才可以去往上构筑其他的东西。然后大家在听到我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再回头看我里面写的文字，就会知道啊，其实Winter 讲的是这个意思啊，对不对？好，那希望你们今天睡前的时候可以放过自己，可以给自己，比如说你今天过得很不开心，可以善待自己低落时的自己，然后可以原谅今天所有的不舒服，或所有别人对你的一些批评，或者是指责，或者是路上的挫折，然后在明天起床的时候呢，继续拾起自己的兴趣，继续呢去做出跟别人不一样的选择，继续去拥抱自己的不舒服感，继续去前仆后继的拥抱风险。好，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事情。好，那我现在要来在会员影片跟大家讲我对于成功的定义，还有我男朋友是一个真的很有智慧的人，所以我想来跟大家讲他对于成功的定义。那我们下次再见，大家记得关注我的 Instagram 还有 YouTube。Instagram 是未央 Winter， 就是 SHI 3个 NNNYU， 然后底线，然后还有另一个就是100天变好计划，就是100 Day Becoming Project 的账号，然后会在那个账号里面放上这个 YouTube 里面最重要的 clip。就算你今天听完了整个影片，我也会在那个影片里，我会在那个账号里面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一些，我也会不断提醒自己的一些片段。那大家下次再见，拜拜。